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关税嘛。关税不分敌友，全球开战之后，造成的当然就是美国的4大指标通通股价大跌哦。但是今天早上各报关注一个消息是什么？南华早报的报道，川普可能在4月份就要访中喽，要进行川习会。南华早报这个报道就说4月份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可能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直接回应，没有可发布的。但其实大陆的媒体一报道，通常它的可信度高很多。我们回顾一下哦，当川普就职的时候，本来有欢迎说，哎呀，邀请习近平赶快去访美国参加就职典礼，他也没有参加。那甚至2月19号的时候，公开川普讲过，可能跟中国大陆谈成新的贸易协议，期待习近平造访美国。哎，再去海湖山园庄园吗？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已经先拒绝了。现在当然还有一个美版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有可能时间点不是4月，而是5月，叫做生日高峰会。怎么说？这2个人都双子座，都是6月份，一个14号，一个15号生日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呢。北京希望川普访中，避免出现像是泽伦斯基去白宫这种争执啊、被洗脸啊、外交风险。何止泽伦斯基，包括杜鲁道啊，包括马克宏啊，哪个去白宫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种风险，显然习近平先避免了。那当时邀请他也没有去，目前看起来反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中美的关税贸易战仍然不相让啊。虽然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看起来是慢慢加哦，10啊这样加上去，不像对于其他的加拿大啦、墨西哥。但这第2波的报复措施已经正式生效，大陆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最多15%的关税，而且分析起来都是针对像鸡、猪、牛，都是针对这个川普的基础选民。对于中国造船业呢，美国也要加以各种的关税哦。只要有中国船只停靠到美国的港口相关所控管的地方，就要加征高额的港口费用，这个甚至被说是巨额啊。那这个各种的业界都叫苦连天，这恐怕只会造成更多的像疫情期间的大拥塞，还有造成更多的船只不愿意停靠美国的港口。那中国大陆的回应是说，不管美方怎么包装，都掩盖不了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实施对中国的打压。那从来没有要放软调子，继续很硬的回应说，整天把吃亏挂在嘴上，讲的就是川普啊。但追求绝对的对等贸易，违背基本的经济常识，也低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判断力，因为这一切所有的关税物价都会回到消费者的身上。好，川普为什么这么急着说要美中关税要去处理呢？因为呢，川普2.0才头50天而已，美股迎来了这2019年以来最惨的开局，4大美股的崩跌呢，川普被说难得今天是神隐的，这个纳斯道琼狂跌1037点，跌幅2.4%，标普2.8%，纳斯达克跌4.1%，神隐就是因为他的几个谈话呀，包括继续要关税要实施啦，如期要实施啊，还有他说接下来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可能是个过渡期啊，神隐在干嘛？有各种猜测。那例如传出来说，可能急着找商界巨头讨论经济怎么办？是不是不能再冲下去了啊？或商业圆桌会议讨论股市大跌怎么办？当然啊，也有一些投资人说，会不会他本来就看卖空，所以空的时候可以进场？还是他现在回去数钱，他就是刚好空的话，他可以有的赚，不知道。大家都越来越了解川普，但对于马斯克来讲呢，因为川普的利多，让他这个川普一上任之来已经赚够多，股价飙涨，现在却是面对了5年来最低的单日重挫15%哦，直接蒸发掉8000亿美金，这样哇，5日线往下跌，5年来最大的跌幅。特斯拉这个崩跌跟一些仇恨情绪国内当然有关系，马斯克只好喊说长期会没事的这只是短期而已。但是他也吐心声，自从加入川普这个效率部以来，便在经营个人生意上面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是他还是会继续在效率部任职，因为投资人不买单你不专心去经营你的企业，然后去搞这些效率部产生的这种恐怖，还有这个仇恨感，对企业当然没有帮助。还有人在烧特斯拉的车子，不是吗？那美国政府他被当日8000亿美金蒸发，但是美国政府呢，他还要去砍至少5000亿美元，说都是诈骗他把过去这些政府团队所做的事情形容成诈骗
增加了200人的团队，本来是100人，增加了200人，要用 AI 去查内部的不法资金跟支出，浪费不见得是违法哦。他讲的是不法支出要去揭发哦，直接把人家当罪犯了。所以马斯克这些整顿的做法，当然在国内会引起很大的反弹。赖老师，川普曾经说啊，他希望能够在100日之内，就是说他上任之后的100天内，能够跟习近平能够见到面。他当然希望说，5月9号，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跟俄罗斯的领导人双方要见面了，而且是在莫斯科啊。因为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的80周年的胜利纪念日啊，要在那个地方举行大阅兵，所以2国的领导人要见面。对川普来说，他希望能够在中俄两国领导人见面前，要不就是跟普丁先见面，要不就是跟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先见面啊。这样的话，他觉得会站在这个比较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进展的并不顺利啊。首先，我们看到在俄国这个部分，川普本来想说，我先把这个泽连斯基摆平了以后，那这样的话，他处理俄国的问题就容易了。那只要俄乌签了和平协议，然后一切都搞定以后，他跟普丁见面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他原本预估在3月4月的时候可以跟普丁见面，跟普丁见面，那他就会敲动中俄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样的话，让他站在有利的地位跟习近平来见面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谈判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筹码啊。结果没想到2个人在228的那一天，不听话呀，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啊。那现在美国跟乌克兰的谈判竟然不能够在美国或在乌克兰进行，这个实在是很特别的事情。竟然跑到第3地，在沙烏地阿拉伯，由沙烏地阿拉伯王储当东道主，来把这2个国家的代表把它凑在一起谈，因为这2天就开始谈了嘛。这个我们下一节11、12、13，对不对？要开始谈。好。这个就很特别咯。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没有搞定之前，对于川普来讲，他要跟普丁见面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然后他现在越来越着急了。现在传出来就是说4月份，因为本来美国的态度是说，如果习近平到我国家了，我就是主场了，我就占有优势。而且原来传出来说是在海湖庄园，那中国大陆拒绝到海湖庄园。要谈就在华盛顿谈，那就是在华盛顿，那是《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抖出来的消息说6月，结果《南华早报》抖出来的消息是4月在北京谈，那中国大陆就是主场了嘛，那这个就是等于是在第一次的交战里面，这个川普败阵下来，中国大陆获胜，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会不会实现不晓得，因为目前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官方，也就是不管美国也好。大陆也好，承认证实了说在北京会有会谈，没有。但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川普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那大陆这边的态度已经是越来越从容了，因为关税战跟川普有过1次交手，然后跟拜登也打了4年。对大陆来说的话，这个中美的贸易额已经不大了，中美贸易额1年也不过就是6000多亿美元，而大陆跟东盟的贸易都8000多亿了，跟欧盟的贸易也8000多亿，整个总经济体18兆美元。那你想，中美的贸易只占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体3.333%，不大了，影响没那么多了。所以我个人的推断以目前来讲，美国的经济的困境，因为联准会已经从第1季的正成长修改为负成长2.4%。衰退2.4，对美国来讲是噩耗。当川普一证实了以后，股票就重挫了。我觉得川普最可能会忌惮的什么？例如民意会重大的快速改变吗？他答应要给民众好的经济生活嘛？可是如果股市崩跌，万一因为关税、全面物价在飙涨的时候、通膨的时候，这才是他会真正担心的吗？我觉得他担心的是股市，他是生意人呢。生意人不看股市，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不看股市的，那他讲不看，他讲的话就朝相反的地方去想。对，我认为不要讲他，像这个马斯克就很惨。马斯克在欧洲要挑最讨厌的美国人，他挑3个人：川普、凡斯、Vance， 过来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到德国跟极右派
的见面，人家要选大选的，你就干涉人家政治，对不对？然后呢，你到英国去也跟极右派他们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欧洲人就觉得说，你们美国人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他的特斯拉在欧洲大跌，卖不出去，不是没有原因的嘛，就卖得很不好嘛。在大陆大概也是这样子的，在美国本身也是这样子。你想美国人很多人被裁掉了工作了，丢掉工作了，这些人会喜欢他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真正的压力，我看他以后大概没有时间再管要3BA，你要赶快去救这个特斯拉了。我觉得中国大陆对川普的当选你看他并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点，像很多国家马上就去恭喜，因为大陆领导人他心里已经凉凉的了。不管谁当选，他心里其实没有很大的兴奋的啦。为什么？经过川普的第一任，再经过拜登，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对中国大陆那个锁越绞越紧嘛。尤其是拜登，我一边打电话，一下要跟你私讯，一下打电话给你，然后在华府又见面，然后很热情的样子，那一边呢马上捅刀，关税又增加。是这个川普上去也是一样嘛。你说加拿大跟墨西哥，其实他对他们的惩罚，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全面的实施，是走走停停的。可是对中国大陆呢，先给你10%，接着再给你10%，就20%了。这是实打实你根本没有办法闪呢。所以中国大陆就觉得说，我就做最坏打算了。好，不管你怎么做，我自己就拿定一个主意。你只要看王毅讲的话。中国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讲的话，外交部发言人讲的话，那还不代表中国大陆政府的意见了吗？你看他意见里面就是说，随便你要怎么做，反正我已经对你够了解了，你在赞美我多少的笑脸的攻势都没有用，因为你背后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就下毒手。对，所以中国大陆我认为他就是做一个最坏的打算，这场仗大概就是这挺下去。既然是这样子，在哪里见面，见不见面，对习近平来讲应该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矛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对台湾来讲，很多人大家觉得很高兴啊，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越坏，那美国给台湾就会给的越多。我告诉你，这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越坏，其实是对台湾是最危险的。什么危险？第一个，美国会对台湾搞个军火，涨3%。GDP 3%、5%、10%，要叫你拼命加。第二点呢，两岸之间如果有所冲突的时候，美国用谈判的方式调解的能力就没有了，已经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中国大陆跟你，既然我们大家已经闹翻了嘛，我干嘛看你什么脸呢？就是我自己来处理了。所以台湾要搞清楚，其实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越好，台湾才是越安全的。川习会最该担心是台湾吧？我们可能不会变成有上牌桌的可能，但我们可能会变菜单啊。将军，这个川普的贸易战也好，或者经济战也好，没有一本万利的，绝对是利弊参半。所以你看他的股票大理论，杀敌800或者自损1000啊，都有可能啊，或者杀敌1000自损800啊。你看要怎么样去取舍这个之间的利弊，要做一个很好的权衡。因为这个关税一用完毕之后，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就来了。因为关税一加，物价上涨，物价一上涨，那这样的话，大家马上投资马上就趋于保守因为物价上涨了，就投资趋于保守，大家就是抛股换现呐。为什么你这个钱会不值钱呢？因为通货膨胀来了，马上换一抛股，那股市就一定大跌嘛。这个现象马上在股市上看得出来。股市就是经济的橱窗啊，一个国家的股市表现的好不好，代表它的经济表现好不好。那股价跌，就卖压涌现，当然股价一定跌嘛。那美国因为除了贸易战、经济战，我认为它的体制上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并没有说打经济战、打贸易战对美国是有利。美国现在贫富差距那么大，他要顾虑到那个基本的这些大众啊，那社会。他的大众不是那个1%、10%的那有钱人啊，你要顾虑到90%的没有钱的人啊。那你这个物价那么上涨，大家这个小市民怎么去生活？他认为贫富差距大这个结构，川普没有办法来改变美国贫富差距大的结构。第二个，美国国债36兆，光利息、国债息每1年就要1兆，你这1兆怎么样去赚？怎么样去省？
省这1兆，省不出来呀！你要怎么去省1兆美元，就1万亿美元，你怎么样去省这个国债息？这个是经年累月所欠下的钱36兆，所以川普我看他是个那么有钱的富豪来当总统，他没办法做解决啊，因为这个怎么样去还，光还利息都还不完了。另外一个，我认为他现在川普要做的，既然还不完，就撙节开支，所以请这个伊隆马斯克来大砍特砍，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政府的机构，尤其是联邦的机构，把它做裁减。那在这个状况下，你一裁减之后，那更多人失业了，更多人找不到工作了。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经济会好转吗？也未必会哦，不会因为撙节了而会造成它的经济会好转，因为有些部门对在美国的经济支柱上是有重要的角色哦，不能大砍特砍哦。那美国现在走的这个路，所以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其他的问题层出不穷。接下来看看乌克兰哦，川普都一直以为他说了算，那也没想到今天股价这样绿油油之外，他也没有想到乌克兰这个泽伦斯基赶到白宫去跟他呛嘛哈，所以现在传出来已经露出曙光，重新要来谈所谓的和平协议吗？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已经到了沙特阿拉伯见王储，那只有他们2个人自己见面。华府官员表示说，这个对话会聚焦在基辅对停战的态度，可是华府的代表呢，重点是这个泽伦斯基只是喊希望能够透过交换战俘空中海上停火，测试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有意结束战争。因为俄罗斯现在连停火这件事情，这也是欧洲国家当中斡旋希望先做到的停火协议，俄罗斯都不愿意。那当中呢，到底泽伦斯基川普不是要求他公开道歉，到底道歉了没？他在国会演说的时候就讲啊，泽伦斯基已经来信跟我道歉了，这样。当时乌克兰官方还否认哦，没有这样公开的跟他道歉哦。那结果呢？现在特使，美国跟乌克兰的特使魏科夫说，泽伦斯基已经致函向川普道歉。好，再讲一次，真的有公开道歉了，所以我们可以往下谈。那下一轮的谈判，泽伦斯基不参加，由双方的包括国务卿互相来谈。这个网络流传川普私下说的是美乌签署矿产协议，这个。签订了，这个是他今天受访讲，但另外还有哪些条件？有各种版本，包括呢，重启对乌克兰的援助情报分享的话，有一些条件是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前主张的是差不多的，包括乌克兰裁军，还要修改宪法，还要改变，包括选举要这个领土要让给俄罗斯之外，还要泽伦斯基下台，这几个项目都是目前传出来的版本。那美乌的再次会谈，卢比欧已经是公开的讲，要乌克兰割让土地了，这样才能够全面暂停乌克兰援乌是援助的援啊，援乌一事，说这一次的会谈就是关键，乌克兰必须割让领土，都已经公开的喊出来了。那俄罗斯还否认呢会参与这次的美乌会谈，因为一开始谈是有俄罗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一起在场，结果后来还有乌克兰，结果后来俄罗斯说没有啊，我们要参加，我们只跟美国谈，没有要跟你谈，但。川普呢，除了对于先前股市大跌啊这个事情，他突然神隐不回答，但他在空军1号还有在专机上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了关于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他还生气骂记者。听听这段谈话。President Putin disrespecting you by attacking Ukraine. Here's that big piece that. What did he do? Well, he's attacking Ukraine. Was he disrespecting me? Yeah. Who are you with? I'm Michael Burkoff, the Washington Post. Lost a lot of credibility. 骂记者哪家的？因为记者只是问他说：“你在谈和谈呢？可是普京去打乌克兰呢，这样是表示对你不尊敬嘛？”他就问哪家媒体啊？一听是哪个媒体？原来就说《华盛顿邮报》是吧？你已经失去了很多可信度、公信力的意思啊！就你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我跟普京很好，他再度强调后面的访问说，我跟普京很要好，好吧？所以这个特使魏科夫继2月带回了美国的教师，就是像战俘的概念，他其实是毒品的各种犯罪被关在俄罗斯，把他带回来，然后也会再访俄罗斯去面会普京现在川普是考虑把驻德国的美军直接搬到匈牙利。说因为北约你们这些国家都出太少钱我也没有要一直在罩你们所以要减少美军的过度依赖搬到匈牙利去，那这样德国影响是什么呢？欧洲影响是什么呢？
对抗俄罗斯的势力是有条件的哦。半数的欧洲国家怎么看从军打仗这件事情呢？像以法国来讲，他们的青年人愿意从军的有半数以上，但是呢，他们只愿意入伍，到第一线实际打仗执行战斗任务只有14个百分比啊，或者是有34%说我可以从军，但是只能做后勤，跟我们的黑熊很像，对不对？就是他们都有选择性的，因为欧洲国家来讲，其实人类来讲，谁想要上战场打仗都一样，但欧洲尤其是长期的在军务上面的这个放松懈，依赖美国，现在会是一个困境。欧洲人的眼中钉马斯克嘛，上一题我们也提到了哦，因为乌克兰战争本来新练说要暂停，结果实际上没有停，结果马斯克今天 S 大涨机。他都公开发文说，因为被乌克兰的网军攻击了，是可以证实 IP 都是来自于乌克兰。那马斯克呢，甚至还公开上面，他虽然有宕机，还是可以发文嘛。他呼吁立刻退出北约的贴文，说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帮欧洲付军费啊，这是不公平的。这种论调就符合川普的口味嘛。那尤其德国大选要近了不断的在各国变天，加拿大已经换人了，那现在德国呢？2月23号就要国会大选了，马斯克特别去支持人家极右派的政党，介入人家政局啊。那现在到底选举如何？下指导棋惹怒欧洲人，结果会如何也看大家选民的决定。但欧洲现在经济的确很惨，一样股市也一样很惨，触及了1个月的低点哦。受到经济忧虑的各种担忧指数来讲，甚至有川普恐慌指数，或有一种他们形容叫做川普讨厌指数，就讨厌川普造成的各种的效应底下，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经济疲软，都拖累了银行业未来2年各种的面临缩水的回报率都展现在经济指数里头。啊，今天还有个德国汉堡机场预警没有通知提早罢工，本来说有一个固定的预定的时间要罢工的，结果想不到提早1天，整个机场空荡荡，旅客没有，找不到服务人员，我要班机什么时候取消到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可以飞都不知道。这种预警的罢工在德国居然会发生，那上千航班影响，明天据说还有更广泛的罢工要进行，整个欧洲也都受到了冲击。赖老师先看看，刚刚您就已经先提到了乌克兰，现在在沙特阿拉伯。对，乌克兰跟美国竟然不能够在美国或在乌克兰直接谈判这代表彼此之间的互信已经降到最低点了，而且降到等于是跟美国跟俄罗斯的态度一样，因为美俄的谈判也不在俄罗斯，也不在美国，反而是在沙特阿拉伯。那现在变成美乌的谈判竟然也移到沙特阿拉伯，这个真的是今日跟昔日差别竟然这么大。那为什么在沙特阿拉伯呢？沙特阿拉伯它的角色，它是调停者，它要确认一件事，就是美国的态度意向跟乌克兰的态度意向，它要确认，避免例如说再度的假设泽连斯基又到白宫去的时候，那又爆发了一个冲突这个已经要进行再度的确认。那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看到了，这个卢比奥已经讲得很明白，就是要割地也就是说你乌克兰就是要割地，要让。泽连斯基第一个就是你要公开道歉，那到目前为止，乌克兰从来没有承认他有写信，他只说我在 X 上面有写，但是我并没有跟你那个川普表达遗憾没有而已对他也没有正式的道歉，也没有认错。那但是美国要求他要公开的道歉认错，那现在泽连斯基都没有的情形下，他们说我有信，那你就公开嘛。这样小孩子吵架对，那也没有公开那个信，也没有，所以这个让大家就觉得罗生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俄国提出来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够这个加入北约。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态度已经跟俄国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割掉土地，看起来美国又跟俄国的态度一样，说你这个乌克兰你要把土地割出来。然后第三个，美国要的是矿产，那你泽连斯基要给矿产，传出来是泽连斯基愿意给矿产，那问题就在于矿产要多少呢？第一次的时候要5000亿，第二次的时候要1万亿，那现在是不是要超过1万亿以上，要到2万亿？只因为吵完架以后要更多，不晓得。所以现在这2天都在谈判，谈判出来的结果我们就会知道。最后补一个问题，就是不只是欧洲的股市跳水
日本的股市今天也跳水，因为传出来已经证实了，那也就是美国拒绝给日本这个关税的豁免。对，先前不是答应了吗？拒绝了，所以明天3月12号开始征收关旅税，钢旅税。所以石破茂跌了1000多点。国防预算是我们国家自己决定的，不是你美国决定的啊，所以关税照征不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乌克兰现在在沙烏地阿拉伯正在被谈判当中。那对于美国方面已经公开讲，你就是要割地，甚至你进一步要下台改选、修改宪法等等各种条件，委员怎么看？你知道这美国很奇怪，你做了每一件事，这种川普上来以后，你每一件事都在打击，不是泽连斯基，是打击整个乌克兰的。你看像科尔斯克，我前仔在赞美说，你看从去年的8月6号吧。他这个乌克兰军队占领了科尔斯克以后，打进了俄境，那他就一直控有，虽然稍微有缩小，可是打得很勇敢，打得很不错，3万多守了，人家8万多来攻都攻不下来，啊，北韩的军队去也没有办法，可最近他们就开始快速的萎缩，啊，为什么？根本没有作战的意志了嘛，你像他就依赖美国，对美国依赖这么重，像美国整个是在下雨天。抽伞了，伞都不给你，把伞拿走，他不是要淋雨了吗？对不对？而且你这个时候停止捐援，你想这种平野打仗最消耗就是炮弹，就是炮弹。你现在炮弹你只要不给他，他没有办法打这个仗了。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做法实在是很可怕，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军事情报的情资没有给，这个也是很要命的。训练可能还有在运作了，所以就是说，乌克兰这个作战的部队不晓得明天在哪里，他们都觉得这场仗是已经输定了，因为美国已经抽腿了，而且美国是站在俄国那一边，你要么就是说我当个公平的仲裁者，你们两边在几月几号以前，双方全部停火，不要再打，谁打我就对付谁。你如果这样子也就算了，他可能觉得我讲这个川普不这个普丁不会听我。那如果普丁不会听你的，你就不应该讲这个话对不对？所以这几天，俄军猛打乌克兰，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样子会让人家看不起。你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你做事情是这样子，不是180度，是360度在那边转弯的啦。川普都不觉得被冒犯了。对，所以我觉得乌克兰人民不能相信美国人，台湾人对美国人的相信度。坦白讲，也要打折，就像美国的股市一样，要打折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俄罗斯还是不愿意停火，目前正在谈判的，可能怎么发展？我认为泽伦斯基上一次跟川普闹僵，然后这个不欢而散了。我认为对乌克兰来看呢是很伤的，因为他前倨后恭，但是效果有限，亡羊补牢那也只能够事倍功半而已。所以我认为泽伦斯基在这一方面，他处置的这个国际的情势，尤其对美国，这问题非常大。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的新闻永远都是这么的热闹闹，跟非常的不可思议。菲律宾前总统小马可仕被逮捕了。那不是尹锡悦才刚被放出来吗？那有一个总统被抓起来了，他是在香港准备在回国之前，在香港的期间就被抵达了回到马尼拉的时候就被逮捕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菲律宾的2大政治家族的激烈斗争，几乎是台面化、不可思议、戏剧化到连剧本都写不出来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亲中援美，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女儿现在是副总统。
女儿萨拉杜特蒂。那对手当然美国在菲律宾比较特别，他总统副总统是分开来选举，不是搭档参选的。而现任的总统小马可仕啊，亲中援美啊，对不起，刚刚讲的是杜特蒂被逮捕，刚刚是不是口误？2022年结盟，他们一起赢得了大选，这2位正副总统，但双方的阵营很快，因为显然小马可仕没有要退，本来是讲好下一次选举可能。他的杜特蒂的女儿就准备接棒选总统，显然他没有要退，那产生了很多嫌隙，尤其是在南海争议这些争议上面的问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我们先前曾经报道过不可思议的议题，一个副总统公开的跟媒体喊话，他说呢，交代了一名刺客，假如自己死于非命的话，他就会让这个刺客干掉、做掉小马可仕，把他杀死，而且不止小马可仕，总统哦，副总统说要扬言杀掉总统，还要把总统的妻子众议院议长一起送上黄泉路，这样的腥风血雨不可思议。那杜特蒂突然访港呢，他说他已经早就做好被逮捕的准备。过去也曾经有一个前总统，菲律宾的总统要回国之前被枪杀。这个杜特蒂7号到香港的时候，9号在香港湾仔出席活动，为他的政党参议员来候选人拉票。马尼拉时报就引述了消息指出，杜特蒂2016年宣布展开毒品战争，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呢，如果国内有任何疑似吸毒或贩毒的人口的话，他授予警方一个权利，可以当街把他杀死，枪杀，不需要任何的审判。这个事件造成了国内非常的腥风血雨。因为现在政府把它认为叫做危害人类罪，发出红色通缉令，那部署了7000名警察去抓他，本来想要让他流亡海外的，结果呢，他选择回国被捕。下飞机的时候，他喊杜特蒂说：“如果我不同意你这些指控的话，我是政治犯哦，我是被冤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先杀了我。”好，在菲律宾这么的这个激烈的国内的政局攻防，那么南海局势升温吗？菲律宾外交部也在抢了王毅的说法哦。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公开说，菲律宾跟中方的摩擦就是一出皮影戏。怎么说呢？谁在操用这个皮影呢？他解释哦，菲律宾就是一个甘愿当棋子，但不要忘记，最终只会被抛弃。菲律宾外交部非常严词的回应说，在南海行动跟决策完全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哦，反而反控中国不遵守国际法。那么，当然，最近在领土争议上的所谓10段线，本来呢，2023年先前是9段线，这个领土的位置也不被当时是在国际上面没有得到所谓的证实，但是结果最后中国大陆又再度扩展为10段线，试图进一步强化在南海有90%的海域的主权声索。当然，中国大陆所主张的海域啊、领土的权利啊，菲律宾一直在国际各种组织里面去抗议。那现在呢，各自演习都是越来越大，例如像美军日前才在美吕宋岛演习，留下了提风系统。最近美军还要再让反舰导弹进驻到吕宋岛，这些导弹的目标就是针对着解放军中国大陆而来，而各种的演习持续进行，中俄伊朗3国在海上的军演引起了其他西方国家非常高的关注哦。川普怎么回应呢？川普说不怕，我们美军更强大，因为这样的个组合的模式，海空的各种演习，这个是影响非常大的，也在当地，尤其是菲律宾，当然会紧张啊。组多国部队吗？美国还想联合盟友吗？英国媒体的报道，川普正在秘密筹划一个多国参与的民主联军，这个词好久没听到。还有民主联军计划对马六甲海峡实施封锁，并对过往的邮轮进行拦截检查。那表面上是针对伊朗哦，实则是说剑指中国的能源命脉，目的对中国大陆要进行战略的遏制。网友的分析都在评估判断，因为光是我在想就觉得，英国的报道吗？英国会听他的吗？川普最近一直不断的包括出卖乌克兰，又跟英国、欧洲、法国给他们小鞋穿，那各种关税战，那还说扬言要把部队都撤了，所以这些欧洲国家还会跟他一起去组联合部队到这个地方去做组合的这个配合办理吗？这个真的是一个大问号啦。美军到底现在战力如何呢？当然，他现在还在大砍军费啊、人力啊等等。但各种的报道告诉大家，星条旗报的报道，
尼克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已经现在准备要退役了，最后的服役当然取而代之会是2号舰甘乃迪号要卸载计划，但在这个所谓的世代交替的时间呢，也被说包括了舰艇部队各种战力的大不如前，军费的不足，研发新战队的能力又不足，引起了现在大家关注美军还有战力吗？想要再当这个全球的队长还有办法吗？赖教授，先看看菲律宾。菲律宾的问题很明显的是一个残酷而且很粗暴的一个政治斗争杜特地他被所谓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下达了红色通缉令。那是在他的总统的任内首次被调查，也就是说，杜特地他的总统任内，2006年到2022年这期间，由于菲律宾的毒品泛滥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警察、毒枭，还有校园还有社会整个非常的勾结腐败，那腐败到，而且很多的妈妈已经是哭诉说这个毒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那杜特地他是检察官出身在南部担任过这个省长，然后他到选上总统了以后，他就用铁腕的方法，他一方面给警察提高待遇，二方面就是去铲除这些腐败的警察，他是双管齐下。同时，他就对于这些毒枭勒令说，你在几天内你必须要上缴你的毒品，然后不能够再贩毒。过了时间以后，他就下达格杀令。菲律宾的警方认为说，他们在这一波的扫毒行动中大概有6000多人死亡但是非政府组织指控说不止6000多人，好几倍，所以他们控告到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在2021年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立案调查但是当时的总统就是杜特地，那杜特地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沟通的结果，因为他是现任总统，后来这个调查就暂缓。那到2023年，因为杜特地的任期到2022年，2023年了以后，国际刑事法院重启调查，在2024年就定案了说要下达逮捕令。而当时的小马可仕，也就是去年小马可仕跟杜特地家族还没有闹分裂，还没有彻底的决裂的时候，小马可仕宣布说不会配合国际刑事组织，而且会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去逮捕这个杜特地。他等于是很明白的，就是会保护杜特地在国内的安全的问题。结果这是去年4月发生的事。那您看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2个家族决裂以后这个小马可仕非但要起诉非但要弹劾这个杜特地的女儿，而且也要起诉他。然后在11月的时候，就告诉国际刑事法庭说，他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庭逮捕杜特地前总统，对，就不会阻止了。然后到了这一次，这个杜特地从香港回到马尼拉的时候，那由菲律宾的警方就配合国际刑事法庭，由菲律宾的警方对杜特地进行逮捕。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都是政治的一个斗争，权力的斗争。而且是这么的粗暴，这么的残忍这个就是菲律宾的政治已经演练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当然，杜特地在之前跟小马可仕以决裂到最后的时候，他甚至发动说我们南方可能可以宣布独立，也就是说北方跟南方是彻底的分裂，那甚至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都会有。现在要看事态的发展，因为目前来讲已经没有人估计很难估计南方会不会开始宣布完全跟北方是脱离，那么产生对立。因为菲律宾本身就有独立像苏禄岛这个地方，他们就有独立运动，然后南方的穆斯林的比较多，北方是天主教，所以他们本身南北之间是有分裂的这种倾向。我们要看之后事态的一个发展。可是讲到这个南海的这个11段线的问题，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你要对得起我们中华民族你不能够做一个民主的一个叛徒我觉得这一点上一定要守，就是一个人的底线，或是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11段线，美国曾经胁迫马英九不要去承认11段线，那马英九他很清楚的
把11段线，也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战败投降，他把这个日本非法占领的我们在南海的所有的岛礁都归还给我们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在美国的协助下，美国派军舰哦，所以我们才会有个岛，我们命名叫做美济礁。在美国的协助下，我们中华民国海军还有内政部的官员，我们把整个南海命名。那依照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这个岛礁我们命完名，甚至立碑了，这本来就我们的了嘛，所有权都是我们的。然后整个海域画了11段线，当时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等所有的全部都承认这是我们的海域，怎么今天就变了呢？今天变了，那是菲律宾跟美国在乱搞，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怎么可以自己不承认呢？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在总统府嘛，都在嘛，马英九在他那个总统府的1楼有陈列过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民进党不要当民族的叛徒啊。委员，那讲一下这个菲律宾哦，这个它很多的岛，太多的岛了，所以它的这种家族哦，就会依岛而生啊。所以他们最主要是个家族政治。譬如说杜特地，他是南部民达纳尔岛，主要是达沃市，他跟他女儿2个在轮流当市长，不知道当了多久。岛主对。然后这个像这个马可斯他这个家族啊，他就是吕宋岛的西北部那个地方，阿奎诺家族是吕宋岛的西南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所以一定是大家族在控制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政治嘛。那原本这个杜特地的女儿跟小马可斯合作是一个最完美的组合。因为一个在吕宋岛的西北部，一个在最南部的民达纳尔的最大的那个城市达沃市是他地盘，所以南北这个一合作，2个最大的岛合作，那这个总统可以一直都是他们来控制这样子。那菲律宾总统一任是6年，是不能连任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沙拉这个杜特地的女儿现在副总统。他会愿意跟小马可斯合作。你看最先的民调是杜特地的女儿，民调是领先的呢。为什么会愿意？我认为他们中间有协议，就是说反正我只能干一届啊，我干一届说不定我到时候来当你的副总统啊。好，你就当总统啊。所以杜特地他们坦白讲，为什么后来很不爽的原因，他们觉得被欺骗。为什么？马可斯上来小马可斯上来就一直排斥。任期的规定改变，这有国际政治的因素，美国因素。因为马可斯家族跟美国关系太好，马可斯在小马可斯念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用匿名的17个户头汇钱给他，然后他带走了从50亿到100亿美金。都讲不清楚，有人说是50亿美金，有是100亿美金，有钱，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当然被马可斯带到美国去了。请问你，小马可斯，你要不要低头？你这些钱都有问题，你是洗钱洗进来的，这都有问题哎。所以小马可斯，你看他当时他就任的时候，第一个访问的地方是哪里？是北京呢。可是很快为什么往美国那个地方靠？就转向嘛，有家族的问题，就是说跟这个杜特地家族的冲突的问题，也是个。杜特地家族显然是比较偏中嘛，那他就选择偏美，然后美国力量影响力也接着下来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先看去年的时候，这个沙拉这个副总统就辞掉教育部长，这是兼职，副总统兼教育部长辞掉，还有一个他们打击什么犯罪还是什么的那个副小组长他也辞掉，接着是小马可斯干脆把他赶出国安会，所以你副总统跟这国安会无关，把他赶出去。所以他们2个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只是说沙拉犯了太冲的这个毛病，就说你怎么可以去讲说我已经请了杀手，我如果被干掉就干掉了，这个我告诉你是犯了大忌。好，菲律宾的政治真的是充满着谋杀，充满着仇恨。你看阿奎诺是在哪里被杀了？从台北坐华航到马尼拉礁，谁干的？当然是马可斯干的嘛。
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充满着这种斗争啊、谋杀啊什么。可是菲律宾就是一个你真的很难预料的地方。杜特地在的时候声望如此之高，小马可是上来以后，因为南海问题对他有利，他本来民调很差，他在南海问题上面不断的跟中国大陆斗争对抗，你看他声望就起来了。所以这是个菲律宾的政治，我觉得台湾已经够复杂，菲律宾可能还更复杂。是，将军怎么看美国现在的军力以及现在中俄伊三国在海上的军演备受关注？对，这个在美国尤其是美国在南海的问题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指标来检证了，美国是表面的介入，还是实质的关心南海的问题，尤其是这个美国跟菲律宾的之间的互动。第一个，我认为看看美国今年，因为美国的这个年度会计年度是从每一年的3月1号到隔年的2月28号，看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美国在2024年的会计年度的国防预算8600多亿美元，看我们开始往上调还是往下调？如果是往下调，那简直他在说军正在这个裁减嘛，那怎么会说对那个南海这个问题他会做一个很大规模的介入？就不可能了。这个就看他的美国的国防预算的这个增或者是减，我认为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因为既然南海问题有紧张，美国在这一方面一定会有所应对。第二个，我们来做检证的就是美国会不会重新启用苏比克湾？苏比克湾是美国当初的航空母舰经常停泊的嘞，苏比克湾会不会重新启用？美国是不是重新驻军，表示挺菲律宾啊？你挺菲律宾要苏比克湾是不是？还有苏比克湾另外一个的这个空军基地叫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到现在为止只有小规模的一个后勤的维修的在那边，其他通通没有，现在是空的。那现在的话，美国根本没有重新进驻的打算，美国没有重新进驻打算，换句话对菲律宾的挺是个不挺，那是因为这个是个指标，你这个指标，美国没有进驻怎么会停呢？一定是这样子，一定要向前部署、超前部署、前进部署啊！美国一个都没有做，那不可能。第三个，我们来检证今年5月的肩并肩演习，美菲肩并肩是年度规模最大的。去年的时候5月，它举行了2个礼拜。美国跟菲律宾加起来总共16000多人，还请了包含日本、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还派观摩团来观摩，规模算蛮大。那我们看今年2025年马上在5月份嘛，那现在在3月嘛，检证美菲肩并肩的规模有没有比去年大？如果比去年大，表示美国挺菲律宾；如果比去年差不多或者比去年小，那表示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是有所保留的。因为美国川普总统新上任，他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兵力上还有演习上作为的调整，那这个就是个指标啊。最后一个，我认为是要看美国卖不卖给菲律宾 F-16。菲律宾所有的飞机，包含最好的 FA-5栋是向韩国买的，买了12架，上个礼拜还摔1架，剩下11架。那其他的没有其他飞机了。那美国有没有卖 F-16跟菲律宾呢？没有，一架都没有。那美国没有在这方面没有释放，菲律宾在空防上，在空优上完全不具备。那怎么样在南海问题上能够有一些实力就没有了。按照实力原则，美国挺不挺菲律宾，有这4个指标就可以轻松的检证出来。